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这个拍摄，全身满满的。我在这边看到各个年龄阶层的族人都回到家中，与祖灵团聚一起，将这份珍贵的文化跳下去，传承下去。这天每家每户都会准备送灵所需要的祭品，这些祭品的种类非常的特别，而且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大家好，我是 Betsy。现在呢，我人位在屏东来义乡的鼓楼部落，这边呢一样是排湾族的部落。那刚好我这次呢来这边观礼他们的5年祭马 Lover。去年是在土坂嘛，今年呢非常幸运的又碰到了这个鼓楼的5年祭。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呢，是一位我的好朋友。那他本身呢，对于鼓楼部落有一定程度的排湾族文化的了解，所以这次呢，希望来跟他有更多深入的对话，然后让大家了解说，他在这边看到了哪些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叫于开元，今年8月底刚从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毕业，硕士毕业之后就一直在鼓楼这边忙马 Lover 这个祭典。马 Lover 呢，它完整的祭典天数大概6、7天。在马 Lover 的前期准备与正祭期间，其实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重要仪式来进行。而这一支影片呢，你会看到我比较着重于正祭第2天，也就是送祖灵的介绍，包含其意义还有进行的流程。因为我本身还有其他工作，那这次也非常遗憾没办法从头跟到尾。在这支影片开始之前，我想要先和正在看着影片的你们分享一个心声。那如果过去几年都有持续在收看我的频道的朋友，就会知道说我去探索了好几个部落，把台湾绕了好多圈。那一直以来我介绍的呢，都是与我自身文化不同的族群。既然是介绍别人的文化，当然是不能胡说八道的嘛。所以呢，每次造访之前呢，我都是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去了解各个部落的历史脉络还有文化意涵，再透过我的亲身实践，然后去观察，长出我自己的个人见解之后，再分享给大家。所以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这些文献呢，都是来自于全台各地默默在耕耘的研究生，或者是地方文史工作者，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血跟时间，才能够创造出来。他们每个人都是我思想上的巨人。我想要在这边由衷的感谢这一群无私奉献的人，因为有了他们，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些传统文化或者是无形资产才能够流传千古。这支影片呢，我想要透过和我的研究生朋友开元来聊聊他在鼓楼部落这边他所观察到的。在影片开始前，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不要忘记，好吗？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分享给更多关注台湾各族群文化的人。我也会继续持续的创作下去，那就废话不多说，继续看下去吧。为什么我当初会挑鼓楼？鼓楼这边的5年祭，在整个台湾的排湾族内有怎么样代表性的一个特色吗？因为我一开始做研究是在来义乡的排湾族几个部落，目前来义乡有好几个部落都有这个马 Lover 这个传统，还有延续下来。在问他们马 Lover 它的起源神话的时候，都会追溯到鼓楼。各地他们的那个祭竿的种类啊，什么摆啊，最完整的都是在鼓楼，所以就一直对于说鼓楼这边的马 Lover 想要整个了解到至少中排湾这边的马 Lover 是长什么样。刚好又有机会，就是去年底到今年，这个鼓楼马 Lover 登录成文化资产，政府希望做一个完整的调查研究，所以我就以研究生的身份，然后协助吉罗夫感家族去做研究，有办法可以更深入的进到鼓楼。刚才提到的吉罗夫感家族是鼓楼这边的头目家族，对，只有一个。所有的祭仪进行啊，或者是整个部落的运作中心，就是在吉罗夫干家族这边。以吉罗夫干家族为主，吉罗夫干家族有自己的一个亲族的组织，对，他们叫做 Marabajibajik， 是像议会一样，所以所有重大的事情是开这一整个召集所有属于这个议会的几个家族、亲近的家族一起开会做决定。因为我知道你从半年前嘛，8月正式驻村，然后到现在是马 Lover 的这个正祭的时间，3、4个月的时间了，从马 Lover 的前期准备一直到现在。那你在这段期间内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挑战，或者是你觉得最印象深刻
刻、你非常刻骨铭心的任何事情，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困难的，因为鼓楼从大概1980年代就一直有很多学者进来做这边的研究，让鼓楼有引起一些纷争，所以很多鼓楼人对于外来的学者是有点抗拒，不太希望好像外面的学者来，然后就把他想要的东西拿一拿就走，所以一开始他们的防备心都会比较重，特别就是这个困难，然后一直到我9月都待在这边，10月待在这边，那个时候就一定要很努力的去认识年轻人啊，认识长辈啊，干妈他们，就完全渗透他们生活，看到他们比较自在、比较舒服、比较接纳，我觉得我不是外人的那一面。对。那个时候就花蛮多时间，刚好在这几天、这一周就真的蛮感动。我刚其实你来找我之前，Gilofo目前帮忙代替涨价的罗凤萍，他刚刚就说看我跟其他2个我的同事为了这个 MyLover 很辛苦，然后他就送我们3个人1人1条琉璃珠。他不是那种花俏的、虚荣的那种肯定，而是很踏实的那种。刚刚是真的很感动到我，就是直接走进厕所里面哭，然后平复下去再出来，就是哇。今年年初开始都有知道他一直在鼓楼这边持续的进非常多的田野调查啦，或者是跟族人他们一起生活啦，找出很珍贵的这些文化的根源。他真的是完全把自己的身体大搞坏。我每次跟他见面，他就是免疫系统大失调，真的非常严重。现在还有。他真的为了鼓楼这边的文化资产保存做了非常多的贡献，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终于就是有这样子对深受族人认同这个结果，我很替你感到开心。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在一个MyLover其中的一个祭坛。整个MyLover呢，他们有好几个祭坛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然后个别有不同的功能。那我们现在位处的是在这个祭坛叫什么名字？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实质上的意义吗？这个祭坛是 Lemage 零食祭坛。对，那 Lemage 它就是 Gilofo他很早以前的一个祖先，是半人半神 ，MyLover 是他创造的。这个 Lemage 零食就是代表 Lemage 这个神。MyLover期间一个环节就是因为是他创立的这个记忆，所以为了纪念他，所以也要有一根给他的短杆，然后插上祭球卡布鲁，放在这个零食上面拜拜，就代表说哦 ，Lemage 已经先赐到了，我们人才开始去做这个刺球仪式。石头这个东西对于排湾族在他们那个信仰里面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的存在。它可能是一个标记，可是那个标记代表说那个地方就有这一个，比如说神或是灵体。也另外提一下，就是我去年大家如果没有看过我在土版记录的这5年祭影片，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因为这个祭典呢，其实是蛮神圣庄严的一个祭典，所以他们会包含非常多的禁忌。在这边，不管是外宾或者是你要摄影，他们都会希望我们身上携带苔草，白胆，族语叫做白胆，不管是身上啊，或者是我看到族人他们的车子啊，或者是衣服、相机，家家户户的门窗，算是他们非常注重的禁忌。这个石板就是撒 Lemage 的石板，我们会在名字前面会加一个撒，就代表说指谁，也是尊敬啊，就是指谁。要拜拜前，通常都会先在旁边这一个小神龛，应该是土地神，石头搭建起来的那个吗？对，就是这一个，这边先拜一个祭品给这边的土地神，对，然后才会来拜 Lemage。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下方有几个骨头，是3个部位的猪骨头。身体、肋骨啦，跟脚的骨头，代表一整只猪。MyLover其中一个环节的时候是要送祭品，然后各个祭坛，然后其中 Lemage 是其中一个。大家看到我们就是在这个开场的过程，会一直就是有点动来动去或者抓痒，不要介意，我们完全被蚊子包围。但是就是这个地方很特别，还是希望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为了那个拍摄。全身满满的，在MyLover正祭的第2天会送走非善终的祖灵。所谓的非善终祖灵呢，是指非自然死亡的祖先夫妇。这天每家每户都会准备送灵所需要的祭品，这些祭品的种类非常的特别，而且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包含了火柴、针线包、琉璃珠，每一项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送祖灵呢，主要会在鲁西巴湾祖灵屋进行一些祭祀流程。送灵的2支队伍由鼓楼勇士家族的男丁呢率领护卫，2队分别带着各家户的祭品送往部落西边与东边。在部落境外的山林溪谷里，勇士呢会将祭品放置集中一处，接着绕行不同的路线回到部落。回到部落的每一位勇士呢，必须先在鲁西巴湾祖灵屋前过火，
才能回家。在队伍绕行部落的整个过程当中，女性呢是被告知要留在家中，避免冲撞到逗留的祖灵。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鲁西巴湾祖灵屋呢，它在过去其实是猎手凯旋的祭祀祖灵屋，至今呢仍是祭典进行期间的重要祭坛之一，是严禁外人进入的。祭典第3天会在基罗夫感头目家进行联欢舞会。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排湾族古罗部落马勒沃已经被正式登录为无形文化资产。在这个对排湾族人而言意义非常深远的马勒沃5年祭当中，我在这边看到各个年龄阶层的族人都回到家中，与祖灵团聚一起，肩负着传承的责任，以坚定的舞步将这份珍贵的文化跳下去，传承下去。最后，请你呢用一句话，就是想要对自己说的一句话送给自己。就希望自己在这边所付出的东西，真的可以帮助古楼人好好的把祖先留下来这些传统继续传承下去，保持那个思念祖先的情感。大家都是家人，真的就是我希望我在这边所付出的可以帮助一点、协助一点这部分，大家的情感可以更好。这次呢，非常感谢开源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以我的角色，我可能能参与的时间也没办法到全程，因为毕竟还有其他正职工作。那我实际能参与的，可能就是3、4、5天，或者甚至就1个礼拜，远远不及他们在这边实际和族人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样。但我觉得每个人能做的事情不一样，那每个人就是对各司其职，这个社会就会更美好一点。这集呢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这集的分享。大家对于鼓楼或者是5年祭啊，跟我们今天介绍的有任何连结，或是有任何心得的话，都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那这集就到这边，拜拜。